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频遭非议，人美心善何时能止？娱乐圈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一旦成名就难免受到指责。最近白鹿真的是冤屈，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牵连，参加品牌活动竟然能被黑得厉害。白鹿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将酒杯端得很低，也没有鞠躬90度，只因为这个就被指责不懂礼仪。更加离谱的是，白鹿与他人隔着一段距离敬酒，差点撞到客人的头，立刻就被批评成没见过世面的小丑。我必须指出，参加聚会并不意味着要让人低声下气，在这些人的眼中，礼仪其实更像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擅长取悦他人的标准。你还记得综艺节目中那个尴尬的瞬间吗？白鹿提到冰箱里有碗，结果其他人笑得停不下来。难道不是吗？哪个家庭的冰箱里没有放过菜碗呢？看来一些人生活得太高档，以至于忘了普通人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。更糟的是，白鹿居然声称自己在双11从未购物，因此遭到众人的嘲笑，称她不是女人。最令人感到心痛的是那一次，白鹿满怀喜悦地分享自己的父亲参与高铁建设的事，却只换来了他人的轻蔑目光。在他们看来，修建高铁如此伟大的成就，却成为了一种被人瞧不起的标志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他或他的负面新闻，老实说，看到这些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音。就像一些近期热门评论中，有人开玩笑说他的成功全靠走后门，或者他的美貌都是整过容的，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既好笑又无奈。白鹿性格真诚，讨厌做作和矫揉造作，总是保持真实的一面。但正因如此，他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，有些人无法接受他这样的处事方式。你能告诉我这些黑料的来源吗？我想大概有很多人会因为白鹿这几年运气好，资源丰富而感到嫉妒。如今的白鹿遇到问题时，就像小学生犯了错误，总是急着道歉。娱乐圈一直存在这样的现象吗？并非是比拼演技或作品，而总是在纠结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。很多人是否真的觉得白鹿只是运气好？事实并非如此。在过去的7年中，他参与了17部电视剧，其中14部是主演，这样的成绩无可否认。我们需要理解，赵丽颖在早期同样是通过不懈努力，经历了10年的磨砺，才最终站稳脚跟。而白鹿的成长过程虽然看似平坦顺利，但她背后所具备的真正实力也是显而易见的。玉骨遥中的那段红裙戏，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灵。身着红裙的女子轻掩面颊而笑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城楼。她神色淡定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周生辰，我是来追随你的。”虽然这是面临死亡的情景，但她的表情并没有一丝畏惧，反而透出对爱人的期待和一种解脱感。这场戏真是感动人心，演员们的表演也非常到位。如今的内娱圈中，替身层出不穷，而白鹿却始终坚持亲自参与演出，从不依赖替身。无论多么困难的戏份，她都全力以赴地自己完成。即使在生理期来临时，她也能忍受疼痛，继续进行威亚表演。白鹿的演技提升显而易见，从最开始的稚嫩到如今的游刃有余，期间所付出的努力大家都非常清楚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于正对她的大力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。例如，吴谨言也是于正提携的艺人，为何他之后的发展却不及白鹿呢？我们不能单纯将这个原因归结为于正的推崇，而应该更关注艺人自己的努力与进取。如果艺人不付出努力，演技停滞不前，甚至对央视失信，
那么无论怎样捧场，都无法使其走得更远。白鹿的资源随着时间不断改善，同时她的演技也在逐渐提升。正是由于她持续进步的表演，才让她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批评白鹿演技不足的人，显然对她的作品缺乏了解。从年轻时的稚嫩到如今的成熟，她从配角一路走到主角，一直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塑造角色。虽然她现在有很多负面消息，但只要她坚持这种奋斗的精神和韧性，那些黑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演员应该全心投入，哭的时候就真哭，笑的时候就是真笑，不在意个人的得失。白鹿做到了，并且她的表现远超大多数人。在过去的7年中，她始终在默默耕耘，坚定不移地奋斗着。外人无法了解这段时间她所经历的一切与付出的艰辛。在谈及白鹿的演艺生涯时，不能不提到她的重要引导者于正。当时的白鹿仅是位小网红，但于正第一眼见到她便立刻决定，她就是我心目中一见钟情的女主角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一见即定的感觉。于正培养了很多艺人，但像对白鹿这样优秀的并不多见。他一次性签下了5年的合约，这在娱乐圈中算是一个大手笔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他们不仅始终在支持他，甚至还对他极尽拥护之能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第1部剧中他只是短暂出场，而在第2部剧里则让他担任女配角，并且一人饰演2个角色。通常情况下，新演员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于正竟然将他的戏份提升到了与关晓彤相当的程度。所有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，娱乐圈里很难找到真正的伯乐，更不用说那些真心愿意培养新人之人。于正对待白鹿的培养，就如同在呵护自己亲生女儿一般。不过，归根结底，于正的眼光确实相当独到。白鹿扎实稳健地走着，每一步都没有辜负她的期许。这些年间，尽管经历了不少挑战，她始终在不断进步，从未停滞不前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，伯乐全心全意地培养千里马，而千里马凭借自己的努力成长，最终才达到了今天的成就。越往高处攀登，遇到的障碍便愈加显著，这正是生活中的一种体验。然而，只要白鹿心智始终坚定，那些困难也不过是在成长旅程中微不足道的小波折。白鹿的演艺之路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传奇。她是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小女孩，但非常喜欢观看韩剧。那时的她和成千上万的小女孩一样，盯着屏幕上的女明星，心中也萌发了成为练习生的梦想。虽然父母的能力有限，但他们为了支持女儿的梦想，愿意倾尽所有，与她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 SM 公司选秀。然而，结果并不像预期那样理想，女儿没有被录取。如果换成其他人，或许会选择就此退却。白鹿并没有因此而退却，在演员之路遇到困难后，她果断选择转型做网店模特。虽然收入仅够维持生活，但至少她仍能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风采。命运非常奇妙，正当她感到生活失去希望时，猫的树工作室发现了她的一张照片，并对此产生了兴趣。于是，她成了这个工作室的核心人物。那时她拍摄短剧，外形偏向韩系，皮肤白皙，因此播放量激增。这样一来，她积累了一些粉丝，为日后遇到于正埋下了伏笔。你觉得她很幸运，但如果没有那种不屈服的精神，这些机会又怎么会降临呢？尽管经历了选秀时的失落，尝试做模特时的辛苦，以及拍摄短剧时的艰难，她依旧坚定地没有放弃，一直坚持着。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为追求梦想而不懈努力。白鹿站在这个位置，令人意外。她曾经只是一名热衷于韩剧的普通女孩，
这正是最精彩的逆袭故事。他每一步都是坚定踏实走出来的，而非依赖运气。因此，梦想并不取决于你的起点有多高，而在于你是否愿意全力以赴。白鹿做到了，你也能够做到。谈到白鹿的性格，他是我既喜爱又讨厌的人。我欣赏他的坦率，但有时他的真诚程度过高，令我感到愤怒。白鹿的日常生活是穿着鲜红的棉袄，绑着小辫子，露出灿烂笑容，哈哈大笑。他选择做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装作冷酷无情。他的这一行为吸引了众多粉丝。然而，最近由于他说了一句"我就是个男人"，导致他的身份引发了争议。确实，用自己的身份来炫耀并不太妥当，甚至提到自我角色存在问题，也有可能伤害他人。他参加综艺节目时总是很放松，随心所欲地玩乐和嬉闹。在游戏环节中，他从不推拒，毫不做作，这与其他女明星的表现截然不同。简单来说，白鹿这个人非常开朗且平易近人，直言不讳。这样的个性真是太真实了，比起那些做作的明星来，更显得可爱。在这个娱乐行业，真诚反而成为了罪过。当某人说话不经过思考时，会遭到批评；当他们性格坦率时，会被攻击；当他们不会迎合他人时，则会受到嘲弄。白鹿的性格很好，只是稍显直率。我的看法是，有些缺陷可以改正，但有些优点却应该保持。毕竟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像他这样勇于展现真实自我者已经不多了。白鹿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些批评，但只要他保持这份真诚，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真正理解并欣赏他。在这个每个人都在努力塑造自己形象的时代，唯有那些保持真我本色的人才显得格外珍贵。